陈奕迅为什么不敢退休？因为环顾整个香港乐坛都看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。香港的乐坛靠你了。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压力，觉得谢谢。他听久了，后来就变成一个比较负面的压力，就觉得根本不是一个人来可以做到。要知道，在陈奕迅出道之前，香港乐坛还是群星闪耀，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打开流行音乐的市场，而内地歌迷更熟悉的一代歌神实则是张学友。直到21世纪四大天王渐渐隐退，陈奕迅终于崭露头角。可那时香港乐坛大势已去，歌神传到陈奕迅已经经历了几代人，可也后继无人。陈奕迅出道26年，发行超过40张专辑，获得超320多个音乐类奖项，举办近300多场个人演唱会，被《时代》杂志形容为影响香港乐坛的人物，还是继罗文后第2个进驻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香港歌手。然而如此牛逼的歌王，在刚出道时却一直活在张学友的阴影下，坐过好几年的冷板凳。今天我们来揭秘陈奕迅的幕后故事。1974年，陈奕迅出生于香港一个公务员家庭，在父亲的安排下，陈奕迅初中就被送去英国学习建筑专业。不过由于受母亲影响，陈奕迅从小就喜欢音乐，因此他在大学期间辅修了音乐课程，并拿到了8级音乐证书。1995年，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，陈奕迅不顾父亲反对，报名了新秀歌唱大赛。凭借着独特嗓音和对歌神张学友惟妙惟肖的模仿，陈奕迅一举夺魁。当时有很多公司抢着签约陈奕迅，可父亲却认为他不务正业，骂他选了条找不到饭吃的路。两人为此冷战了整整2年。随后公司以张学友接班人的噱头给陈奕迅出了首张唱片，他本以为能就此一炮而红，谁知观众根本不买账，最终以3万张不到的销量惨淡收场。直到进入2000年，四大天王逐渐退场，陈奕迅终于凭借一首 K 歌之王打开了知名度。这首歌唱出了那些置身于热闹中却倍感孤单的人的心。此后每年都会拿到10个以上的音乐大奖。2003年，粤语版的《明年今日》被重新填词，成为了10年，帮助陈奕迅打开了内地市场。而相貌平平的他之所以能收获大批粉丝，是因为陈奕迅的每一首歌都给人用情至深的感觉。就拿10年来说，开头的那句如果那2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。这些年来，很多人还在探究那2个字究竟是什么，有人觉得是分手，有人觉得是再见，其实那2个字是你好。这背后有个感人的故事。有一位的士司机深夜拉了一位乘客，当看到女乘客的一瞬间，司机就认出这是他10年前的女朋友。不过他并没有选择相认，而女子却也将目的地改成了更远的地方，然后掏出电话跟朋友聊起了他这10年的生活。终于目的地到了，女子挂了电话，哽咽道：我把我10年的经历都告诉你了，你却连一声你好都不愿意跟我说吗？司机沉默了很久，颤抖着说了声你好。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。陈奕迅的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他从不愿意去做商业化的音乐，也不愿意唱烂大街的口水歌，他只是在不经意间就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此后陈奕迅就有个外号叫医生。然而就在陈奕迅名利双收之际，老天却安排了一次意外，让陈奕迅险些断子绝孙。这是陈奕迅最愤怒的一次。如果我跟老婆婚姻有什么问题，关你们屁事。当时陈奕迅婚变被传得沸沸扬扬，当记者追问时，一向好脾气的他愤怒地怼了记者。很多人奇怪，花钱如流水且相貌平平也没有事业的徐濠萦，为何能让陈奕迅对他如此死心塌地？事实上，网友们只看到徐濠萦现在的幸福，却没看到他之前对陈奕迅的付出。2002年，陈奕迅在演唱会上一脚踩空，伤到了重要部位。那个重要部位有没有受伤啊？传闻说切掉1/4，不止切掉了。手术醒来后，陈奕迅心如死灰，因为那时女友徐濠萦正因为他和杨千嬅的绯闻和他闹分手，想到自己有可能生不出孩子，陈奕迅顿时觉得和徐濠萦更加没有希望。换做其他女生，可能听到这个消息早就跑了。没想到徐濠萦在听到这消息后，也顾不上2人分手了，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搭没有保障的货机飞到陈奕迅身边，亲力亲为的照顾。陈奕迅感动得痛哭流涕。这次受伤让2人第一次感受到情比金坚。
间，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2年后，陈奕迅的父亲被控入狱，急需600万的巨额赎金。可彼时的陈奕迅正处在事业低谷期，根本凑不出这么多钱。就在他心急如焚之时，已经退圈好几年的徐濠萦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200万。彼时2人还没有结婚，陈奕迅也因父亲的事儿名声大跌，徐濠萦却仍旧愿意为陈奕迅拿出全部积蓄。而为了让陈奕迅安心，此后每次陈父开庭，徐濠萦都会一起出席。这2件事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徐濠萦的真心。要知道，他们刚开始恋爱时，陈奕迅的父亲很是嫌弃徐濠萦，一直从中阻挠。从这之后，徐濠萦终于被陈家接纳，而陈奕迅也开始了他的宠妻之路，不惜砸下2.3亿买豪宅，房产证上只写老婆徐濠萦一个人的名字。而作为购物狂魔，徐濠萦花起钱来也是毫不留情，曾经创下了1个小时就疯狂花掉80万的记录。而面对网友的质疑声，陈奕迅却霸气护妻，表示自己赚钱就是给老婆花的，每个月还会额外给他50万零花钱。看到陈奕迅这么宠老婆，粉丝也只能安慰自己，只要徐濠萦能不停的花钱，大家就可以一直看到陈奕迅发歌开演唱会，因为他总得出来赚钱养家。而即使是在婚后，徐濠萦也对陈奕迅付出了很多，不仅为陈家诞下了1位小公主，更是全力照顾家庭，让陈奕迅没有后顾之忧。陈奕迅每次开演唱会前，徐濠萦都会贴心的炖冬虫夏草给他调养。相恋10年，结婚16年，2人的感情早已不必多说。有一次陈奕迅在台上唱歌，当唱到那句天佑我的爱人时，他立马看向了徐濠萦所在的地方。最好的感情就是可以一起同甘共苦，而陈奕迅的宠妻也成为了娱乐圈的典范。只是前2年因为口罩原因，陈奕迅失去了很多工作，而以老婆徐濠萦的花钱速度，他真的慌了。患咗個病㗎，荷包肝硬化咯。2022年，陈奕迅公开卖惨说卡里只剩3000万，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，那时的陈奕迅刚刚赔了6000万，被无数中国人点赞。2021年，一场棉花事件在触及中国人底线的同时，也让无数明星大赔了一笔。不过，在一众明星的解约名单当中，看似不起眼的陈奕迅却尤为突出，因为别的明星顶多是签约几年，而陈奕迅签的却是终身合同，也就是说，无需续约，陈奕迅就能吃到1辈子的代言费。然而，如此重磅的条约，往往意味着撕毁他的代价更大。于是，当陈奕迅解约之后，香港媒体就爆出了陈奕迅可能面临高达6000万的违约费。在口罩最严重的这2年，他几乎没有多少收入，如今又解除了终身合同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但陈奕迅没想到，在他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帮他度过难关的人是曾被自己拒绝过的癌症少女，而他们之间的缘分要追溯到10年前。他特别喜欢那个陈奕迅，他就想让他喜欢的艺人来唱他的歌。我想对他那个病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。这2位泪眼婆娑的老人是音乐人唐田的父母。也许你对唐田这个名字很陌生，但他作词的歌你一定耳熟能详，比如早期的超女主题曲唱得响亮，周笔畅的笔记，于文文的体面，还有前段时间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。唐田从小就喜欢陈奕迅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天让偶像能够亲口演唱自己写的歌。可就在他离梦想实现越来越近的时候，老天却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2011年大年30 ，28岁的唐田被确诊了鼻咽癌中晚期。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，唐田选择了积极治疗，但在漫长的化疗中，唐田的听力受损，体重骤减，精神也越来越差。看着女儿日渐憔悴的脸，唐父母十分心疼。为了实现女儿的心愿，他们偷偷上了中国梦想秀，希望节目组能帮忙联系到陈奕迅。得知情况后，陈奕迅亲自来到节目现场，但他没有立刻答应唱歌，而是鼓励唐田坚持治疗，并和唐田立下约定。其实已经写了一份歌词，对不对？对，有。会慢慢的有，对，需要时间，那个需要时间。等我一下。我懂。为了完成陈奕迅的约定，唐田重新鼓起勇气，先后经历了33次放疗、2次化疗，最终奇迹般的康复。历经生死再度拿起笔，唐田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感悟。2021年，唐田终于梦想成真，他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《孤勇者》上架当晚播放量破2亿，成为近年来传唱最广泛的歌曲，甚至顶替国足杀进了世界杯半决赛。在歌词里，唐田道尽了自己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，激励了无数个在生活中困难前行的人。
勇者》的合作，是陈奕迅和唐田两人10年之约的兑现，也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相互成就。而这2年因为口罩焦虑，财务陷入危机的陈奕迅，也成功凭借《孤勇者》重回热搜，并且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荷包肝硬化了。视频结束，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